Hello，大家好。很多想买房的朋友都非常关心加拿大的抵押贷款利率还会下降吗？其实加拿大央行早就明确了，在经济复苏之前，基准利率会维持在 0.25% 不变。这说明央行的基准利率已经触底了，所以抵押贷款利率再下降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之前很多机构对疫情和经济的乐观预测影响了很多抢房的人。现在来看加拿大仍然处于经济衰退之中，因为第二波疫情还没有好转迹象，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更加严重了。很多最新预测报告已经开始大幅度向下调整预期。还记得我频道曾经分享过很多机构对加拿大房价的悲观预测吧？其实那些预测呢还是乐观了。比如说穆迪分析，他们的预测呢就是建立在加拿大2020年第4季度末经济出现转机，疫情呢已经趋于平稳，失业率呢也开始降低，但实际情况呢是现在的疫情更加严重了，所以大部分机构原来的预测都低估了这次疫情。其实早在疫情爆发和经济衰退之前加拿大央行就已经对加拿大家庭高额的债务和虚高的房价担忧了。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加拿大央行就坐不住，因为他们怕房价崩了，救市心切大幅下调了基准利率，想稳住房产市场。用力过猛，导致很多人不解风情，买房的情绪高涨，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开始加价抢房，愣是再次抬高了加拿大房价。这绝对背离了央行降息的初衷。当前的疫情不容乐观，可能还会导致2021年移民增长仍然会低于平均水平。反正目前来看，感觉今年40万移民的目标遥不可及。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等越来越多的因素会不断打压房价，而不是抬高房价。现在有几个城市的房价和经济基本上没啥关系了。还有很多人会说新移民会带来钱买房接盘，说的就跟其他国家没爆发疫情似的。这次疫情一定会打击绝大部分新移民的购买力。再说了，即使没有疫情，大多数新移民也是到加拿大来挣买房的钱。很多人非常关心加拿大的房价会下跌多少。穆迪分析认为，失业率每上升 1%， 房价呢就会下降 4%。我查了一下，当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是 8.5%。以后呢，大家就可以根据失业率的变化来自己算一下。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因素。我再给一个参考，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纽约房价下跌了 27%， 旧金山房价下跌了 36%， 多伦多房价下跌了 7%， 温哥华房价下跌了 14%。最近肯定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分析机构更新他们的预测。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绝对不要采信房地产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预测，因为他们的预测是完全不靠谱的。还有很多朋友关心房价下跌能持续多长时间，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疫情和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说，疫苗接种任务要在2021年底才能完成，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到今年9月份。而且呢，接种率必须达到 70% 以上才能实现群体免疫。我觉得是否能实现这个接种率还难说。最后呢，给准备买房和准备卖房的朋友一些建议。2021年呢，对于工作稳定的刚需购房者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一方面，购房者的竞争可能会减少；另一方面呢，银行的利率又比较低，可能会面临一个非常有利的购房环境。如果你打算买房的话，那我觉得从现在就可以开始关注了。房价短期内可能就会下跌，不过这段时间你最好先静观其变，少动多看。最谨慎的做法就是多观望一些时间。当然，如果你现在是租房已经等不及的话，那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开始看，但是一定要讨价还价，绝对不要参与抢房。假如说春季再发生第3波疫情的话，那我就建议这个观望的时间更长一些。如果你打算出售自己的房子，那我觉得值得在目前的高点尽早出售。如果在未来进入长期的经济大萧条，房价呢至少也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回到目前的高位。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相关的资讯，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